陈总，长期以来啊，你一直是我的顶头上司，也是专业生涯的领路人。再过3天，也就是6月23号，是你的80岁虚岁，祝你健康长寿。谢谢。今天呢，我请你到这里来呢，是因为呢，在我的这个印象当中，你一直是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一个领导，所以呢，我想今天请你来谈一些过去你的工作当中的一些想法和你的做的一些决定。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要问的是，我们当时隧道股份是中国建筑业第一家上市的公司，那个时候很多企业都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你想到做这一点，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一个企业要上市，它是时代的需要，因为当时正是我们国家股份制开创的时候，你要上市要领导的支持，要有额度。当时我记得我们上市的额度是2000万，对吧？后来又增加了一点。第二个要有上市的条件，要经过审核，这个审核很严格的。证监会派工作组到我们公司，首先要查我们公司内部的经济效益。你有钱赚嘛？有钱赚嘛，人家相信你了，对吧？你老是亏损，那就不能上市。那么第三个就是你企业内部的管理，对吧？符合不的条件。我们当时是实行 ISO 这个质量管理要上台阶，所以有这样几个条件才能够上市。果然，我们上市以后，隧道股份的知名度提高了，我们的任务也向全国扩展了。宁波、广州、这个深圳、武汉地铁我们都接到任务了，对吧？而且开发了新加坡的市场，所以这个是知名度提高了，职工的效益提高了。因为我们上市的时候是1块1股，3块钱一价，一个职工可以买1000股。上市不到1个礼拜，1块变10块了，2个礼拜以后变19块了，马上把这个1000块1股的扔掉，就马上可以赚1块1股19块，就赚进来了。当时拿到19000块人民币，那是相当可观了，万元户了，你是对吧？那么这样职工的积极性更提高了，带来一个正向效应，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隧道股份上市以来的这个好处。其实你知道啊，后来呢，很多公司的目标，终极目标也是想上市，但是呢，后来的情况其实上市根本就没有这么样的一个刚开始的那种好处。所以在我们中国呀，做事情一定要做领先，要是做的大家都想着去做的，对吧？基本上就机会也不好了，所以刚才你也讲到了，就是我们拓展新加坡，我记得印象很深的。那个时候的话，我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进修回来嘛，我就跟你说我感觉到新加坡那个地方不错，你当时很支持我，你说你还记得吧？你说白宇，给你100万，那时候100万不得了，相当于现在1000万，你1年里面能不能有把握接到一个项目哈？当然我也就去努力了，对吧？我们还是接到了项目哈，那个时候是东北线。现在回过头来看啊，你那个时候说给我100万的额度，让我们去作为一个投入，虽然我们国内已经通过 ISO 了，可是新加坡不认，你知道吧？我们在新加坡再要论证，那也是不要有一些费用嘛，是吧？然后你当时的话，对我们走向新加坡有没有这个信心？比如说1年里面我们能够拿到项目，还是说，你只是给我一个压力啊？我是受到我们国内海尔企业，海尔的董事长说，就要走向国际第一市场。海尔的第一个市场是德国，他跟德国合作，所以冰箱上买到德国去，德国是大家公认的。那么我考虑呢，为什么新加坡呢？这个市场是国际化的，它国家虽小，但是它处在我们地区的中心，对吧？这个港口啊，什么这个国际交往啊，这个都比较公开化，而且它这个，据我了解，他们那个投标啊是比较公开公正的，所以而且呢语言也比较好，他不仅懂英文，而且懂中文，所以嘛这样呢容易投入，对吧？容易融洽。所以我就正好你在南洋理工大学实习，我们我记得找到了一个林先生嘛，对，林空万先生引进我们进了这个市场。一开始做劳务风暴，我们到三星，到西松，你起码知道吧？我们做劳务，因为我们有隧道技术很熟练的工人，对吧？会了开灯钩，会了开电瓶车，会了拼管片，然后从这个慢慢的入手，然后我们拿到第8资质，对吧？真的就是
就是新加坡的总承包资质。我就感到我们隧道股份要走向国际市场，一定要国际化，一定要符合当地的标准，因为我们的标书都是用中国的英语写的。我请了一个老外顾问，他一看标书，脑筋里都把它划掉了，不要啰嗦了，英文有表达很多的简单的意思，然后这个标书。人家一组一看，哎呦，这个标书很内行的。不是那个 Tony Howard， 然后就走了嘛。走了后来我们很多标书还是要自己写。然后呢，我们下面的技术人员的话呢，就是说也借鉴了以前的那些表达，但是呢，有的没有自己写。然后呢 ，LTA 的人就看不懂了，说这么一个标书里面，为什么有一段文字特别好？从语言角度，为什么那么一段文字又差了呢？他们就不知道，就是说，因为有这样一个故事，他们搞不清楚。前段时间啊，我从新加坡去了，其实现在有很多中国公司在那里。可那个时候，我们30年以前相比啊，就是说那个竞争就很激烈了。国内的公司就把我们国内的那个卷啊，就卷到新加坡去了。现在在新加坡要想再赚到钱，已经很不容易了。有的公司在那里一中标就是亏的了，亏个1、2亿了。这样子的，为什么呢？现在好多中国公司去，虽然在国内都是一些比较大的企业，但是按照国内的想法，就是好像我们这里做地下联机想一天就可以做一幅啊，然后认为到那里的话也可以做得很快，但是那里它有一些程序啊，这个程序不允许你做那么快的，可能呢1个星期才能做了一幅，这样的话它就不是亏本了嘛。所以这看起来我们当初走的这条路啊，就是比较稳当的，先是做专业的分包。然后呢，再和当地的，你记得吗？我好一起合作联营体，然后最后嘛，再走到现在嘛，他们当然是一起独自的总承包啊，所以这一步步走过来也是蛮稳的。我记得我们当初还有一个工程挺有意思的，他们那个城管隧道后来沉降很厉害，因为它是回淤嘛。后来呢，我们呢就在这里说，我们再要做一条，我记得是隧道股份那个 BOT 项目，您当时坚持要打桩，因为打桩的话，这个整个项目的成本应该也就是说增加了5%的总成本，我还记得啊。有些呢就是说认为呢打桩没有必要，可是您看到了就是说旁边已经建的那条隧道沉降那么多，你愿意多花这个钱啊？后来的话，事实证明啊，这个是对的，因为这条长虹隧道几乎就没有什么沉降，运营到今天都很好。那么我现在要想问的问题是呢，就是当初有不同的意见，打桩这也意味着多增加一个成本，所以这个时候您做这个决定啊，我想是比较艰难的，你是怎么看的？宁波第一条那个永江隧道堵路我参加了，那么我就发现每年要花上千万的这个修复费用。当我们接到这个长虹隧道的时候，我就了解了当时的水文地质情况。那个永江的含泥量很高，从理论上来说，这个城管隧道的对地基的负载要求是很低的，因为它浮力很大嘛，对吧？那么不打桩也可以的。但是呢，这个基础很难做。它挖了一个槽以后，不到1小时马上就淤了，那上面就一层是没有沉积的浮泥，那么你城管放在上面，那么这个基础是不牢靠的。所以我就想了，我们能不能用桩来代替？有了桩以后，对这个基础的处理啊，就是平面的处理要求就低了，相对来说，对这个桩跟这个城管的要求也提高了，因为要8公桩要同时承载这个箱涵，那么我们采取了一点措施，在这里面放了这个尼龙带，然后再灌浆，把这个封闭带全部填实，那么这样8公桩就共同受力了。所以由于有了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的这个隧道到现在非常稳定。你还记得吧？我们那个时候有个戴个帽子，戴帽子，因为我们不是做那个试验嘛，做试验下来，如果直接放在上面，然后那个注浆一个泥带、注浆带的话，它会偏掉，一受力偏掉。那么为了它不让它偏掉，我们戴个帽子，桩顶上戴个帽子，然后把这个注浆带的话，它在这个帽子上面注，它就不会偏掉了，是吧？所以这些都是细节，有的时候啊。这里我还提到一点，我们要非常感谢这鹿特丹公务局，当时我们跟他有一个国际咨询的合作，他就指导我们怎么做钢屋，
怎么这个制作管结，因为这个管结这么长，不可能一下子形成嘛，是分段形成，然后再接起来，对吧？怎么样做铺垫层？因为这铺垫层水是在下面，这个水灌进去要把它浮起来。如果这个下面这个道床如果太密，水进不去，浮不起来；太松又承载不了这么大的箱涵的这个重量。花的钱不多，他们来了几次，对吧？对我们有很大的支持，就是一步到位了，不走弯路了，对吧？所以我们在3年半时间里面吧，就把长虹隧道建成了，非常顺利。后来做完以后也没有这个甬江隧道那样去修啊、堵路啊，这些事情都没有，因为陈家没有嘛，他就这些事情。他给我们管理，我们每天可以收30万左右的现金啊，一年差不多1个亿啊，对吧？过了几年以后，宁波政府收回了，因为什么？他不收费了，他这个桥不收费，隧道不收费了，那么所以他就收回了。收回嘛，他就把我们的投入都还给我们。都还给我们，还给我们。所以这个项目还是赚钱的啊。对，那么开创了就是国内第一条，就是打桩机的城管隧道。到今天还是从来我看还有没有过，因为理论上面来说，在下面的道场跟这个城管的负责完全是吻合的，对吧？就不需要是打桩的，但是这个道场很难做好，做平整也难，对吧？所以根据甬江这个情况，用打桩还是成功的。我一直还记得啊，以前你一直跟我说，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总是说，办法总归是比困难还多，你还记得吧？一直喜欢说。我呢，后来也对我的这个下一辈的人也喜欢说这些话，所以我就希望我们这个中国隧道人啊，能够世世代代的记住，办法总归比困难多，困难总是有的，是吧？但是我们只要有这样一种想法，我们应该就能够不断的进步，对，是吧？有这样一个信念，才敢于这个迎接挑战啊。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啊，你能够在这里，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呢，就这么几个我认为是几个我非常希望要了解的问题。虽然我跟你那么长时间，我还没有机会问这些问题，今天能够听到您的这个心路历程啊，对这些决策的心路历程，我相信啊，我们在座的这个听的观众啊，看的人都会有启发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呢就到这里啊，我们希望我们这个观众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最后还是一句话啊，祝你这个健康长寿。谢谢。